倒打一耙这种事，印度干得最为顺手。与我国之所以闹成如今这个样子，印度可谓是功不可没。现在到头来指责我国试图运用武力来解决当前边境未解决的现状。据悉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近日表示，中国想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是不幸的事情。对此，印度应该保持警惕，做好不惜一切代价反击以及击败任何不幸的事件，以捍卫该国人民和领土完整。在此之前，中印双方第9轮军长级会谈刚结束，谈判的结果可想而知，双方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因此缓解。印度不断部署武器装备和兵力在一线地区，甚至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展开准备战争的演练，地点就在印度边境。哪怕再迟钝的人也都明白，印度此举是冲着中国来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国为什么不能做出应对举动？印度国防部长声称，在边境实际控制线的中方一侧，中国军方多辆装甲坦克以及军用卡车排成一列。据印度媒体报道显示，中国军方在边境附近部署了近350辆坦克，其中包括中国最先进的99式主战坦克车辆。印度全然忘了此前是如何在边境部署，试图用军事力量威慑我国的了。如今我军的动作在印度眼里成了战争前的准备，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野蛮人。按照印度国防部长的说法，印度军方在面对中国军方部署武器装备时也不甘示弱，不仅在拉达克地区部署了阵风战斗机、国产攻击直升机以及坦克等军事装备，还向实际控制线加大力度运输了更多的部队。印度军方如今非常自信，认为部署更多的部队和战斗机、坦克等就能保护本国的主权，但该国却忘了，我国要真想在边境干点什么，这点武器装备能起什么作用？而且印度似乎搞错了重点，我军部署在高原地区的是最新型主战坦克15式轻型坦克，这才是印度军方在边境的主要对手。相比99式坦克，15式轻型坦克的重量更轻，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的机动性能将更好，更适合在高原地区进行作战。边境的战士们都表示，这款坦克在高原的机动性非常优越，火力也很强悍，像是一头奔跑的猎豹。另外，该坦克还能依靠先进的观瞄系统在高原实现移动射击，不管是机动性还是射击方面，都是印度军方目前装备的 T90 以及 T72不具备的功能。也难怪传言印度人在得知印度正大量往边境增派部队后，气急败坏地骂印度军方蠢，连对手都搞错了。看来按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印度真的要在边境与我军发生点什么冲突，必定又是一出精彩的好戏。目前新冠疫情仍然全球肆虐，而在疫苗面前，西方发达国家彻底暴露了，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最近，中国公布了一份特殊名单，兑现承诺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翘首以盼，也撕开了发达国家的虚伪面目。在这段时间，中国疫苗在全球战役中凭借过硬的质量获得多个国家的认可。截止到1月底，全球已经有10几个国家批准中国疫苗上市或紧急使用，包括巴基斯坦、土耳其、塞尔维亚、巴西、阿联酋等国，而且还有多国政要带头接种中国疫苗。而在2月1日，中国外交部首次曝光中国对外疫苗援助计划。目前，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的一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已经抵达，这是中国对外提供的第一批疫苗援助。除此之外，中国还向缅甸、文莱、尼泊尔、菲律宾、老挝、白俄罗斯、蒙古国、津巴布韦等1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。下一步还将继续向其他38个发展中国家援助疫苗，这意味着中国疫苗援助计划将覆盖至少52个国家。这是在兑现一个大国的承诺。此前，中方曾承诺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，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、用得起的公共产品。这并非一句空话，而中国和西方的做法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目前，疫苗全球分配严重不平衡，很大程度是因为西方国家挟持了新疫苗。早在去年就有报道指出，自疫苗批准以来，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加入抢购潮，欧盟、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占全球14%人口的发达国家和地区，买走了全球53%的疫苗份额。加拿大的购买量甚至超过其人口规模的5倍。全球都急需疫苗，但国际市场上的疫苗几乎被发达国家买断。由于这些富国囤积的疫苗远超他们需要的数量，这种垄断可能导致数十个穷国90%人口失去今年接种新冠疫苗的机会。
简言之，发展中国家在战役中被抛弃。就在一些西方国家囤积疫苗的时候，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连接种疫苗的机会都没有。为了呼吁全球范围实现疫苗公平分配，世界组织组建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，中国已经参加，而且我们援助名单中可能还不包括中方参加的 COVAX 获取疫苗的国家，援助范围更广。而在疫苗面前，西方开始不讲平等人权了，表现属实拉胯。对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，迎来了大多数国际赞赏声。有国际评论表示，非常感谢中国，中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希望。就像此前专家金灿荣所说的，中国可以把世界的穷国家组织起来，是天然的丐帮帮主。几日前，印度陆军接收到一批以色列国防工业轻武器的代表作产品，也就是有着步兵噩梦之称的内格夫轻机枪。据悉，这次印度共购买了6000挺，目前已列装前线地区。由于边境所面临的糟糕后勤以及混乱的编制，印军当前火力极为不足。为了改变现状，印度购买了以色列设计制造的一款轻机枪。在印度人看来，中印对峙地区基本都是以山地为主，在缺少一些植被遮蔽以及良好掩体的情况下，一旦与我军发生冲突，轻机枪则能够发挥其最大的火力优势。轻机枪的确能够在冲突中发挥不小的作用，但得看轻机枪的火力究竟如何。居民们都知道，更大的口径意味着更远的射程以及更大的杀伤力，而更小的口径则会严重影响弹道。巧的是，内格夫轻机枪此前就受到过很长一段时间小口径风潮的影响，而且该轻机枪的成本非常高昂，每挺的售价高达7327美元。有一说一，该轻机枪的便携性以及命中精度方面还是达标的，加上在沙漠地区的适应性很强，以至于价格方面在印度看来都不是事儿。这款轻机枪真的有那么好？尽管内格夫轻机枪拥有一只手就能够快速更换枪管，而且针对不同任务的需要，分别设计了长枪管和短枪管，前者精准度高，适合在沙漠等地区使用，后者适用于机械化部队。但事实上，该轻机枪的威力以及射程都不如我国装备的超轻型12.7毫米机枪。超轻型12.7毫米机枪在减重方面做了有效的工作，例如能将这类装备减轻到个人可携带的程度，一人携带3脚架，一人携带枪，反应速度快，火力持续性好，以及重量轻。总之，印度对该轻机枪的期望非常高。印度媒体消息显示，这批内格夫轻机枪早在去年3月份就被印度订购了，一共4万挺，其中有超过16000挺是通过快速采购通道获取的。所谓的通道就是印军为战时状况而设定的紧急战备。从订购的时间上可见，印度早就对我国边境垂恋已久，趁机借着我国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动用武力来了好处。然而我国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住了疫情，这是令印度怎么都没想到的。现在传言说，印度士兵已经在携带的枪支中装上了弹夹，倘若该消息属实，意味着印军在就双方事务上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尤其是在中印双方第9轮谈判结束后，印度陆军接收了6000挺轻机枪，这不仅说明了会谈结果是不欢而散，也说明了印度很可能要在边境与我国动手了。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国必须认清现实，保持警惕，做好充足的准备。